哎呀，真是不敢看了，短短4个月啊，这不敢看了，取消啊，这不是我能看的啊！再看下去，我感觉福布斯这个排行榜啊，都必须要重新排名了啊！又是一个网友发来的策略哈，说是效果好的不行，感觉我不看啊就损失多少亿了啊。他说1年的时间就能翻多少倍啊，但是因为他觉得太好了，反而不敢用了啊，让我帮忙看一下逻辑可行吗？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之前没有写完的内容啊，之前也写了很多了。我们继续啊。那么上节内容我们是做了2个检查啊，2个部分，一个是限制的检查啊，就是交易条件、交易环境的一个判定啊，权限的一个判定。第2个就是数据的记录啊，当然它主要是这个函数啊。好，我们接下来开始第3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挂单啊，我们挂单的管理，包括它的清理。好，我们看第3部分挂单的管理与清理啊。那么它这里其实主要就是一个逻辑啊，就是执行这个动能衰竭并撤单的一个逻辑啊。那么我这里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讲一下它这个动能衰竭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钓鱼啊。这个鱼呢，我们可以把它在市场里，我们就把它看作这个 price 啊，看作价格啊。那么如果你观察这个湖面，你觉得这个鱼要往上游了，所以你就在湖面上挂了一个钩子啊。抛了一杆啊，然后这个钩子扔下去的时候，你看了一眼表啊，你看表之后，你记下了这个时间点啊，就是记下了你什么时候抛钩子的这个时间点啊，然后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的看表啊，你会看过了9秒了吗？如果没过，你就会接着等啊，你就不管。但是如果过了9秒，你就需要看这个鱼漂动没有动啊。那么如果这9秒里这个水面啊平静的就像镜子一样啊，或者说就是鱼游得很慢啊，也就是你的这个 price movement。波动性比较低啊，那么就说明目前啊不具备你想做单的这个市场环境啊，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立即收杆啊，就是把这个鱼竿拉起来啊，在订单里面就是我们这个 order delete 啊，就是把这一单给删除掉啊，因为它这个逻辑就是它只抓最猛的那条鱼。好，明白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再看这些代码啊。那么最开始就是定义了一些变量，后续我们都会用到啊。然后主要是这里的这个倒序便利这个挂单池啊。我们主要讲一下它为什么要倒序啊？因为我们这里是要进行删单的操作啊。因为我们如果发现了一些坏单子啊，就是我们不想要的单子是要删除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正序的循环，你正着数的话就容易乱套啊。因为你是比如说你删了第1个单子啊，那么第2个单子就变成第1个了，那么你第1个单子就会被遗漏掉啊，这样就很明显会出错的啊。但是你倒着删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删这个尾巴的话，它是不会影响头部的啊。也就是我这里写的这个。删除订单时是不会影响这个订单连续性的啊。好，然后这块的话，它就是在做一个这个归属性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我们这个 EA 只管自己的订单啊，如果不是 Magic 不一样的话，那么是其他 EA 的我们就不管了。然后是这里计算这个挂单的存续时间啊，也就是计算我们挂单之后过去了多长时间啊。那么它的逻辑就是使用服务器的时间减去这个。挂单是记录的这个时间戳啊，那么这里的这个 buy order time 和 sell order time 啊，这是个全局变量，它在我们待会儿挂单的时候就会被复制的啊。好，这里的话就是记录当前挂单的一个方向啊。然后这块的话就是执行这个动能衰减的逻辑啊，也就是核心思想就是你这个挂单它是基于突破这个预期啊，这个动能这个预期所放置的。但是如果说过了9秒之后，你这个价格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强劲波动啊，也就是你的这个 price movement 不合格，那就说明你的这个动能不足，或者可能是一种假突破啊。那么此时你最应该做的就是这个删单的操作啊，就是 order delete， 把这个挂单给删除掉啊，趁着它还没成交之前啊，就是避免在震荡行情中被烧损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挂单管理啊。哎，今天这个视频录制的太累了啊，因为刚开始我其实已经录了1遍了，但是我没有按录制按钮啊，这是写的第2遍了。好，那么挂单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在仓单啊，持仓的管理。好，那么前面的这一堆我就不讲了啊，
之前跟这个挂单是类似的啊，它为什么要倒序？为什么要这个判断卖这个 number 啊？它就是为了处理本策略管理的这些持仓啊，这里就是累加所有的浮盈浮亏啊。然后这两行代码它主要是为了加仓所服务的啊，但是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个什么，它这里已经写死了最大的持仓范围是最大持仓单数是1单啊，所以它这个加仓虽然写了，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不必在意啊，无需理会啊。然后我们主要看的是这个延迟止损的这个逻辑啊，主要是这一块啊。那么我个人理解啊，它这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行为啊。那么首先它这个策略啊，它是入场的时候它是不设硬止损的啊，它也就是它允许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啊。那么什么时候止损呢？就是只有当它的浮亏超过一定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并且它的这个反向的动能加剧了，它才会介入止损的风控啊。也就是第一个条件就是动能向下啊，说明跌得很厉害了。然后是现价已经低于买入价多少点了，就说明它已经亏了多少点了，就是价格已经跌破了一定的心理防线了，这个时候它才会来进行这个加止损的一个操作啊。那么这里就使用这个 position modify 来把它要设定的这个止损给它加进去啊。那么加的这个价格呢，就是使用现价去加上一定的这个缓冲的幅度啊，缓冲的幅度作为它的止损范围啊，它还不是立刻就止损啊，就是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它也不立即止损啊，它还是要挣扎一下啊，就是可能是想避免这个少增的一种情况出现啊。那么个人理解呢，它其实这种操作呢，就是为了偷胜率啊。那么好处就是它不容易被洗盘洗出去啊，就是看着胜率高啊，但是啊，其实很危险啊，因为虽然你本意是想亏，比如说60点啊，但是这种动能加剧的情况下，通常会超过这种点数啊，比如说滑点之类的啊。比如说你只想亏60点，但是可能因为市场环境的剧烈波动啊，可能点差加剧，滑点加剧，可能最终你亏200多点啊，甚至更多都有可能啊。甚至说你仓位比较大了，你直接爆仓啊，那也是稀松平常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啊，他后续在计算这个仓位的时候就很奇葩啊，他要按照止损点数的2倍去计算啊，他不按照实际的止损去计算啊。也就是他知道这种延迟止损啊，可能是在玩火，就容易玩过头，所以他后续这个计算仓位的时候会把这个分母放大1倍啊，就是强行把这个仓位压低一半啊，就用清仓去换取操作空间啊。但是可想而知，它依然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行为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止盈。好，这里的止盈呢，它就相当于是一篮子止盈。那么这里的这个 total profit， 我们刚才在这个便利持仓的时候已经累加了所有的这个浮动盈亏啊。我们通过这个浮动盈亏去判断它是否超过了一定的幅度啊，超过了我们的目标啊。那么这个目标会在待会儿计算手数的时候，根据对应的1比1的风险去计算出来的一个利润点啊。如果达到了，那么就简单，就是直接使用这个 position close 给它平仓就完事了啊。对，这就是止盈啊，止盈倒是很简单啊，没报错吧啊？看一下，没报错。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开仓逻辑了，也就是最终的订单成交的逻辑。好，接下来我们细细的看一下这个开仓决策逻辑啊。那么这里是这个策略的一个核心了啊。那么这里它是在判断，只有当前的持仓量没有达到用户所设定的这个上限的时候，才允许开仓啊。正是因为它这个条件的判断，所以才导致所有的这个加仓啊都没有触发啊，因为它这里在代码里面是写死了一次只做1单的啊。然后这里是生命的一个宿主啊，然后这里通过这个 copy buffer 来给这个宿主中填入这个 SAR 指标的值啊。然后这一块是根据用户所选的这些风险参数来计算本次下单的一个手数啊。而手数计算出来之后，我们就判断它的交易条件啊，它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判断这个 price movement 是否大于一定的值啊，也就是当前市场是否具备强劲的上涨动能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就是，这是开仓啊，这是开仓不是开张啊。第二个条件就是 SAR 指标的点位啊 ，SAR 点位减去一定的这个缓冲，它必须是在价格的上方啊，
也就是它是逆着这个 SAR 的指标来进行做多的啊，就是SAR 指标在价格上方，但是它还是要去做多啊。然后第3个开仓的条件就是你现在挂的这个新的单子的价格必须比我手里所有买单的这个最低价还要便宜啊。那么它这里也是针对于加仓的啊，但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这个限制，这个条件基本上属于没用啊。那么都满足之后呢，我们使用这个 buy stop 来进行一笔突破单啊。那么突破单它是不挂止损和止盈的，这里都是为0啊。然后再记录一下这个 buy order time 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上面不是讲过了吗？上面这个判断，这个挂单的存续时长的时候会需要使用到的啊，所以这里这行代码一定不要忘记了啊。好，这是做多的啊，做空的话就是这块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啊。好，那么到此为止呢，它所有的代码还没有写完啊，因为它还有一个计算手术的函数还没有写啊。那我们再把这个函数写一下。好，我们总算是写完了啊。我们再把它这里的这个逻辑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计算手术的这一块啊。那么最开始的话就是一个默认的手术，然后再接下来这一大坨呢都是在获取合约的这个规格 take the value、take the size、最小的手术、最大手术这个手术的步长啊。然后这里就是非零的一个判断啊，避免这个运行的时候出现这个出数为0的一个错误啊。然后这里是计算一标准手的一个风险金啊。但是注意这里啊，这里这个 stop loss 啊，大家看一下。这个 stop loss 啊，它是有一个乘以2的操作啊，就是它不只是一个止损的距离，而是把止损距离放大了2倍啊。它这个目的呢，就是说人为的去放大它的预估亏损啊，这样的话会导致后续计算出来的这个 lot size 啊会减半啊，从而降低相当于降低这个实际的杠杆啊，是作者的一种是作者的一种手法啊，就是减半啊。好，然后在现在这一块就是根据用户的这个选择的方式去选择不同的仓位计算方式啊，这种是固定手术的啊，这种是根据账户余额百分比啊，根据账户净值的一个百分比，根据这个 free margin， 根据我们目前已有的还可用的保证金的一个百分比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以固定金额的百分比啊，也是不管多少点你最多只能给我亏多少钱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规范化啊，把它这个最小手术啊、最大手术给它规范一下。然后是这一块就是这个循环检查啊，它这里其实就是试探保证金的一个极限啊，就是看这个金额究竟够不够啊，如果不够的话它就减啊，一直减到够为止啊。那么这里的话我又要啰嗦一下啊，就是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它目前的这种循环检查就这种方法这种方式啊，说好听一点是一种穷人思维啊，说难听一点其实就是赌徒思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啊？当然这也是出于我个人的一种认知啊，个人的认知啊，可能是不对的。那么比如说啊，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啊看的这个行情啊，我想买5手，但是我手里的钱呢又不够啊。那么亲爱的这个交易商啊，你看看我的兜里啊，我把我的兜里都掏干净了啊，你看看啊，我能买几手呢？啊，然后这个交易商说啊，那你啊只能买2手了啊，那2手啊2手也行吧啊，反正我现在就是上头了，我现在就必须要上车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流动性必须我要贡献一点啊。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啊？你想买5手啊，你本意想买5手是因为你应该是因为只有买5手才能匹配现在的风险，所以你才决定买5手啊。那么如果说你连5手的这个本金都掏不出来了啊，那么要么是你这个止损距离太小啊，导致你这个仓位计算已经超出了你目前账户的能力范围了，要么就是你这个账户已经处于爆仓的边缘了，你的本金已经很少了啊。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就是说如果你都被逼到你要去试探保证金的一个极限了，我觉得你继续交易下去已经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所以你在这里
一步一步的这种去试啊，从1手减到0.99手，再减到0.98手啊，一直减到一个你可以下得起的一个值啊。那么你这大家都看过电影吧？这不就是一个赌徒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他这里的这个手法啊，这种操作方式，我是有一点存疑啊，可以说是非常诟病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认知啊，对不对的话，大家自己思考啊。好，那么再接下来这就没什么了，它主要是计算了一下这个预期的一个止盈金额，因为我们刚才这里讲过的啊，我们止盈的话，我们这里集体止盈的话会用到这个 profit， 它给它收这儿。好，目前的话我们所有代码应该是写完了啊，应该是全部都写完了啊。看0 error 0 warnings 啊。好，那么我们盘面上看一下吧啊。它是反正是5分钟级别啊，那么其他的我也没测啊。好，我们看一下啊，下单的话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因为我提前都已经看过了啊，代码的话也没有做太大的改动。一次也就1单啊，因为代码里面是写死的，一次1单啊，手续费啊什么之类的倒是也都给了。好，那么我们就让它运行。哎呀，不敢看了，这才2个月啊，这才1月啊到2月28，这才2个月啊，这不敢看了。其实这还不是很夸张了，这个固定手数其实还好啊。如果你使用这个账户余额百分比，比如说我们用1%来去测的话，还是很夸张的啊。既然这么夸张了，大家应该心里有数的啊，我就不多说了。看一下啊，还是看一下。哎呀，真是不敢看了，短4个月啊，这不敢看了，取消啊，这不是我能看的啊！再看下去，我感觉福布斯这个排行榜啊，都必须要重新排名了啊！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源码啊。那么感兴趣了，想玩一下的啊，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用来借鉴啊，用来学习啊，都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要拿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很不好啊。好，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啊，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